你有看过微短剧吗？这个短短5分钟剧情狗血的微短剧影集或剧集，受到了大量中国民众喜爱，甚至还一度延烧到了其他的国家。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微短剧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这2年呢，5分钟1集的微短剧在中国大受欢迎，多部微短剧的剧集呢，在抖音上面的点击量都破亿，市场规模也越做越大。去年呢，达到了1653亿台币，今年预计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的爬上，突破2200亿台币。甚至连周星驰这样子的大导演呢，都看中了这个市场，决定要和抖音合作拍摄微短剧。不仅中国人喜欢看它在其他国家热度也很高。中国微短剧平台 Real Short 的全球下载量呢，累计了超过2800万次，甚至排名一度超过了 TikTok。中国微短剧到底在红些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它的制作模式跟其他一般的电视剧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黑咖啡跟美式咖啡其实不一样吗？两个都是 Espresso 加水，到底差在哪？今天就用这台伊莱克斯咖啡机直接做给你看。但其实顺序不同，但喝起来是有差的。因为 Espresso 有咖啡值，美式呢先加水会冲散掉，喝起来呢比较清爽。反过来有黑咖啡后面才加 Espresso，Crema 呢会留在表层，喝起来就比较浓郁。不管你喜欢哪一种，这台伊莱克斯半自动意式咖啡机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它的双重加热系统让你萃取时呢可以同时打奶泡，保留 Crema 风味的同时，奶泡呢也一样绵密好拉。在家就可以制作多种的饮品，而且只要50秒就能够快速的热机，一起床马上就可以喝到咖啡。价格还比市面上同类型产品便宜快一半。目前泽泽预购呢还加赠 7-11 商品卡，喜欢的话赶快点击下方看看吧。这种中国微短剧呢，每集时长多在5到10分钟，一部作品可能有上百集。题材上面大多是爱情啊或是复仇主题，里面融入了许多观众爱看的这个霸道总裁啊、穿越宫廷、转世重生元素。而剧情内容呢，通常都很刺激、狗血，而且很多都是改编自网络爽文。为了一直吸引住观众微短剧的剧情节奏很快，基本上面每过15秒就会出现一个反转，每30秒内容就会推进，每集结尾呢还会特别的留下一个悬念，让人忍不住想要看下一集。而这样子的内容题材呢，不喜欢的人觉得没有深度，节奏快但缺乏逻辑，内容也不连贯。但喜欢它的人却觉得微短剧看起来爽快，不拖泥带水，每集只有几分钟，可以用零碎的时间来看，符合现在大家忙碌的生活节奏。时长短不仅让一些观众看得爽快，其实呢，短时长也让幕后制作变得更加的省事。现在中国的微短剧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电视剧。去年中国电视网络平台上线的微短剧呢，已经超过了1400部，而传统的电视剧只有292部。数量能够这么多，是因为微短剧的制作周期很短，一部几百集的剧集呢，拍摄周期只需要7天。而且不像大制作的电视剧微短剧的成本相对低很多。拍这些剧的除了传统的影视公司，还有一些专门培养网红的 MCN 机构。启用的这个演员呢，通常是片酬不高的新人，或是小有知名度的网红。这个剧组的人数加起来只有20几个人，为了省成本几个剧组呢，甚至还会共用片场。而这样子制作一部微短剧呢，成本大概只要45万到250万新台币。不过，虽然微短剧的制作成本很低但它上架抖音、快手等短影平台之后，却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上亿的点击跟收益。2023年，抖音上面有500部微短剧的播放量破亿，其中呢12部更是突破了10亿次的观看数。而这些微短剧当中呢，有不少凭借着大量观看数获得了上亿元的收益。例如一部叫做《无双》的微短剧呢，制作成本不到220万台币，但上线8天之后收入就超过5亿台币。另外也有新闻报道，一对夫妻呢靠制作短剧，每月能够进账高达17亿台币。不过看起来收入高的惊人但实际上面利润却没有那么高，平均微短剧的利润率只有10% 左右。这其实呢与微短剧的盈利模式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剧集除了靠置入式广告赚点钱，最主要的收益呢还是来自于观众的付费点击。但为了将剧推送给更多的人，制作方呢通常需要花重金向网络平台买推广的广告。比方说呢，一部短剧能够有1000万的付费观看收入，但为了推广要花掉800万的宣传费。所以如果不是真的爆红的微短剧，其实利润并不算高。
而且为了回收这些高昂的推广成本呢，微短剧发行商还要绞尽脑汁想办法让观众留下来，甚至用一些具有欺骗性的手段引导观众掏钱。为了让观众掏钱，微短剧平台会想出五花八门的办法，例如界面上面的收费标示标得不清楚，容易让人一不小心呢就按下去，钱就马上被扣掉。还有一招呢，是先让你免费看了几集，等你看得入迷了，接下来想看呢就得要付费，而且显示的付费价格往往很便宜，但其实这只是看10集的钱，而整部剧呢可能超过100集。另外，一旦你订阅了，如果你没记得去取消，它就会偷偷的持续从你的账户里面扣钱。许多儿童啊，还有老人家，其实呢根本搞不太懂这其中的消费陷阱，甚至呢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订阅了多部的微短剧。等到月底之后呢，家人发现哦，这个账单上面怎么多了好几万块的收费？然后呢，要投诉退费也很难。这些微短剧平台呢，很多没有客服中心，退款请求时呢也时常被拒绝，甚至有些平台还会突然消失，让你根本就找不到人问。而面对这些常见的陷阱，负责管理电视剧的中国广电总局也决定出手，打算整治这些收费乱象。微短剧刚出来的时候呢，广电总局还没有反应过来。不过这2年他们也决定要整治微短剧了。中国官方媒体新华报发布公报说呢，要规范微短剧的收费问题。他们要求微短剧播放平台要规范收费的标准，明确标明集数啊、总时长、价格，并由监管部门监督定价是否公平跟合理。不只是收费不合理广电总局呢还觉得微短剧的内容也很有问题。他们觉得许多微短剧色情低俗、血腥暴力、审美恶俗，并且要求平台下架这些不符合内容规定的微短剧。广电总局发话之后呢，许多的这个微短剧受到了严厉的冲击。例如一部刚窜红的古装宫斗短剧《黑莲花上位手册》，就因为涉及到渲染极端复仇而被紧急下架。短短几个月内，抖音上面就下架了119部微短剧，处置违规推广这个短剧的抖音账号1188个。不过广电总局的举动呢，其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觉得这在限制创作者自由，让中国的影视剧的创作环境变得更加的艰难。但有人觉得碎片化的微短剧呢，本来内容就没有要多有营养，大家看多了还可能会不想要看那些有深度的作品。官方这次的整治应该可以减少微短剧对传统影视产业的冲击。那不管外界支持还是反对其实微短剧的火热并没有因为官方的整治动作而熄火，反而呢因此更进一步的红到了海外的其他国家。为了规避中国的审查许多制作微短剧的公司改变策略，换上了外国演员，制作专门给海外观众看的微短剧，打入国际市场。像是 ReelShort 这个中国微短剧平台，他们进军海外之后呢，凭借了几个爆红的作品，下载量甚至一度超过了 TikTok。最近我们台湾人呢，也渐渐的可以在社群媒体上面滑到越来越多的微短剧。台湾的 Play 商店娱乐排行榜上面也能够见到 Drama Box 等等的微短剧平台名字。那虽然现在 ReelShort 的热度有点降低了，但微短剧这种新形式的娱乐内容还是引发了不少讨论。许多人在想，微短剧会不会像短影音一样变成电视剧的新趋势？甚至也有一些非中国的制作团队呢，开始尝试这种新形式的电视剧。台湾有影视公司正在制作微短剧，首部台湾微短剧《恋爱评分员》呢，将在明年上线，每一集只有6分钟，总共将拍240集。看来虽然有许多人不喜欢微短剧的内容，但它的火热可能还会持续的烧下去。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这一次为了研究微短剧呢，我们自己也是看了不少。看完之后呢，我们感觉微短剧就有点像是被浓缩的8点档的乡土剧，内容呢同样狗血刺激，但剧情的逻辑常常经不起推敲，甚至呢有些内容不合理到让人想要发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些乡土剧呢是在电视上面播出大家不想看就不想看，感觉并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困扰或影响。但微短剧的广告就可能会跑到我们的社群平台逼你看到，而且随着它越来越流行也可能会威胁到其他戏剧作品的生存空间。毕竟大家的注意力有限，一旦花越多的时间看所谓的干片，它能够看其他作品的时间跟机会就有相对的减少。所以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有点无奈跟担心，害怕这种低成本又比较浅碟的内容会渐渐的造成越来越多负面的效应。不过，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觉得这类微短剧之所以会越来越热，也可能是因为现在人们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只能够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娱乐，而微短剧的形式就很能够满足这样子的需求。但碎片化的内容就一定只能够做得很浅碟，或是完全没有任何内涵吗？我们觉得可能也未必。
一个内容的精致程度跟深度，可能还是取决在它投入的成本。那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微短剧产业现在大部分的成本似乎都压在广告，而不是前期的制作。那等这个产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或是大家盈利方式逐渐稳定之后，或许创作者们也有可能呢会回过头来把更多的专注力放在内容创意。但我们也承认，这可能算是比较乐观的想法，最后会不会出现这样子的结果，可能还是要再持续的观察了。最后，我们也想问大家，你看过微短剧了吗？你觉得他们拍的如何呢？看过，我觉得节奏快，情节刺激，在上下班的路上呢，用来打发时间很不错。B 没有，感觉就是浓缩版的8点档，完全不感兴趣。C 偶尔滑到有过几集但没有继续往下看动力。D 我觉得微短剧的形式很独特，是未来电视剧的发展趋势。E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微短剧在红些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国主旋律电影大解析，以及台湾乡土剧。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